天佑江家，我族以古法祭镇，再度封印万兽之王。自此，北境又可安100年。哼，父亲，用我的生命换来的太平，庆典怎么不叫我呢？这是江辰，不是死了吗？继承烈系那个……嘘，小声点儿。老三，你还活着，活着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你不知道这半年家里都是大哥没本事，没能拦住那件事。大哥，你上次拍我肩膀的时候，指尖的剑气封了我3处穴道：天居、巨阙、七门。封完之后，你还笑着说：“老三，你是江家的英雄。”江辰，你既然活着回来，江家自然认你。但今日四方来客在座，你带着这些畜生闯入祖地，是要让天下人看江家的笑话。笑话？父亲把亲生儿子五花大绑丢进烈系喂兽，这算不算笑话？活计。北境都护府的备案里，这一栏写的是自愿献身。给我死！大哥，就这？恶名见臣！那是荒林。别急，我说了，庆典刚开始，菜一道一道上。二姐，你送我的酒，我带回来了。三弟，你还活着，太好了。江家二小姐到底是心善。二姐，半年前你递给我这壶酒，你说喝了吧，到了那边就不疼了。三弟，我镇毒，圣女殿首席给亲弟和镇毒，不是说自愿的吗？什么自愿的虎口？好家伙，半年了还能把刺烧穿！江武，圣女殿的人行毒杀亲族之事。师祖，我是不想三弟在烈系里受苦，那里面暗无天日，兽类横行，与其让他被撕碎，不如让他走得快一些，体面一些。全身犹如从里到外烧穿，你管这叫体面？江辰，酒是为父授意的，与你二姐无关。你要恨，冲我来。当初那个决定是为了江家，为了北境。你是一级，守不了烈系，战不了兽潮，用一个人的命换整个北境100年安宁，这笔账值得。也不是没道理，一个一级确实。北境安宁了半年，这是事实吧？值得。你们也都觉得值得，那我今天做的事也很值得。二姐，
你说这酒能让人少受苦，我信你。喝一口，让我看看是不是真的不苦。三叔，你不是掉下去了吗？妈妈说你不会回来了。三叔回来了。老三，你太大意了。你怎会一点事都没有？偷取触发 SS 级天赋剑仙之道，偷取成功。我的剑道没了。大哥，你拍我肩膀那天说，老三，你是江家的英雄，英雄得有剑，你现在握什么？二姐，你妆台上那只木雕老虎，我刻了一下午，手割了2道口子，你还留着？你当时从屋里跑出来看了一眼，说三弟刻什么都好看。第二天我去你院里，那只木虎摆在妆台最前面。你今天早上把它推到胭脂河后面去了。怕庆典上来客人看到那只虎问起来不好解释。偷取触发 S 级天赋圣女之光，偷取成功。不是老了，是圣女体质冻住的20年全部涌了回来，天赋没了，生命力的账单当场兑现。三弟。二姐，你说过，到了那边就不疼了。
我还在这边，疼不疼的，你替我试了。年轻人，你偷走了圣女殿的传承天赋，这……前辈，圣女之光是将于觉醒日天道赋予她本人的天赋，不是圣女殿的。我偷的是她的东西，跟贵殿无关。这是你所期望的江家吗？小陈，你瘦了。父亲，祠堂底底的气运阵，我进正门那会儿就摸过了。你猜我偷没偷？师君，江家这边看。妈，你怎么从那里面出来的？很难。受伤了吗？我站在碎石和废铁中间，身后万兽匍匐。我偷了剑道，偷了气运，但我偷不走这只手上的任何东西，因为这上面只有茧。那碗面，妈知道你吃出味道了，你是不是恨妈？那碗面，长寿面。里面放了镇定剂，是你主动放的，还是？是我放的。你爹把药粉给了我，搁在灶台上，放不放是我的手，没人按着我。妈想过不放，想了一整晚。天快亮的时候，妈去你屋里看了你一眼，你睡着了，手指头还圈着，跟你3岁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妈看着你那张脸，想了一件事：裂隙下面黑不黑，冷不冷？掉下去的时候疼不疼？你会不会喊妈？喊了的话，没人应。妈就想，至少让你糊涂着下去，别清醒，清醒着太害怕了。妈，你在那碗面里放了镇定剂，然后坐在对面看我吃完。我吃完最后一口的时候，你笑了一下。你笑的时候，眼睛是红的，但你还是笑了。那个笑，比裂隙底下所有的东西加起来都疼。
江辰，够了！你要报仇，冲着我来。你母亲是个普通人，没有异能，没有天赋，她被裹挟在家族的决定里，身不由己。你别为难她。裹挟。觉醒日前夜家族密会，我在门外，你们在门里。47个人参会，46票赞成把我丢进鳖溪。有一个人站起来说了不行，然后你说你再闹就跟老三一起下去，一个废物配一个废物，正好。你偷了你大哥的天赋，偷了你二姐的天赋，你偷不走一个父亲保护家族的决心！偷取触发 A 级天赋鹤鸣剑阵，偷取成功。妈，我不恨你，但我不会原谅你。江家列祖列宗300年气运，我偷了。江玄的剑仙之道，江玉的圣女之光，江鹤年的鹤鸣剑阵，我偷了，但还不够。江家异能血脉，我要偷走整个江家觉醒的资格。江家儿郎，拦住他！
江晨，我的天赋。江晨，老夫看着你出生的，你落地的时候不哭，接生婆拍了你3巴掌才哭出来。你爹说这孩子皮实，你4岁开蒙，在祠堂门口摔了一跤，磕破了额头，是老夫抱你去上的药。今天也是老夫来送你这一程。鹤归九天。偷取触发，江家血脉根基觉醒之种，偷取成功。从今天起，江家血脉再无觉醒者。你是第一个不为自己拼命的，我记住了。江晨，北境都护府有几个问题需要你回答。不是可偷取的提示，不是威胁的预警，这个震动的含义，在过去半年无数次偷取中从未遇到过。是同类。天眼，江晨，偷取型天赋，代号小偷，1级觉醒妙版，实际能力不可估量。都护府监察使用这4个字形容一个半年前还是1级废物的年轻人。私人恩怨，官府管不着你的刀往哪儿砍，但你身上那个东西，混沌吞噬，它不只是一个天赋。我需要给你种下一个标记。
你的吞噬能反追踪。混沌吞噬在进化。100年前那个人的档案里没有这条记录。100年前有一个人觉醒了偷取型天赋，代号一样，小偷，和你一模一样。那个人偷走了3个国家的觉醒者天赋，偷走了2座远古遗迹的封印之力，偷走了整整一个种族的血脉传承。天眼联合5大势力围杀，用了3年，死了27000万人，才杀掉了他，或者说，才以为杀掉了他。你告诉我这些，是在威胁我，不是威胁，是提醒。天眼不干预私人恩怨，但混沌吞噬的持有者在天眼的监控名单上排第1位，永远是第1位。总有一天你会发现，你能偷的东西远不止天赋。那张金属片上有一个地址，如果你知道100年前那个小偷到底是谁，怎么死的，去看看。江鹤年，出来！3000斤铁矿石，80匹河曲马。半年前你们办庆典，说受朝平了靠的是古法镇压，老子感恩戴德送来的贺礼。现在这整个北境都知道了，受朝是你们那个被当祭品扔进废墟的老三平的。你们收贺礼，把功劳往自己两贴，这叫诈骗。赵老爷，此事其中有误会。误会？问问他们有没有误会？江山善意吧！这东西流出去，整个北境都会知道江家的100年太平是怎么换来的。不过我们不需要留，监察使留下这个是让我们知道天眼自己已经在查了，他只是给我们递了个信号，别掺和。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？他往南走了。追？受朝停了，烈性没有病，万寿山庄需要跟新的统御者打招呼，顺便看看他到底能走到哪一步。
你坐第3排。是，多亏你提醒，坐远了。那张金属片上写了什么？一个地方，北境裂隙的正下方3000尺。裂隙下面有东西在那里，比荒更老的东西。等着。3000尺，不确定，但那个东西在叫我。什么东西？这层矿物里有人工注入的异能痕迹，年头很久，100年起步。这不是天然佛系，被人凿过。曹烈系，谁？能偷走3个国家天赋的人，挖条3000尺的沟，对他来说应该不算什么工程。有阵，废了，没人维护，至少断了几10年。你能感知到下面有什么？一盏灯，灯灭了，但灯芯还在。他毁了天眼的标记，不只是毁标记。啊！怎么了？天眼说我是灾厄。5大势力说我是灾厄，于是我就是灾厄了。我偷了3个国家的觉醒天赋，不是我想偷的，是吞噬自己动了手。他不停地吃，我叫他停，他不听。第3年，我能偷的东西越来越多，天赋、体质、血脉、气运。后来我发现，寿命也能偷，记忆也能偷。感情也能偷，我碰了一个人的手，偷走了他对妻子的爱。他回到家，看着妻子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混沌吞噬不是天赋，是一种寄生，它会成长，每偷一次，它就深入骨髓1寸。你以为你在用它，
其实他在用你。天眼找到了我，他们说可以帮我控制，代价是给他们当工具，我同意了。但后来我发现，他们不是要帮我控制，是要把我变成一件武器。天眼围杀我的时候死了27000人，不是我嘎了27000人，不是替我杀的。他每杀一个就更强1分，我越想停下来，他越兴奋。我逃进了几挖的坑里，3000尺，封了入口。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，趁他还没完全吃掉我的意志，吞噬无止境。我偷走了太多，最后连意志都快偷走了。如果你看到这些字，说明你和我一样逃不掉的，除非你找到归还的方法。他没死于天眼的追杀，没死于自求的孤独，他是被混沌吞噬，从骨头缝里撑碎的，从内部一寸一寸。他在这里坐了多久？灯油烧干了，他就坐在黑暗里，一直坐到死。你的吞噬有没有出现过他说的那种情况？有。什么感觉？眩晕，一瞬间。南渊，南渊禁地，那个地方20年前就被天眼列为绝对禁区了，不许进任何人。你打算去南渊？进去了可能出不来，你就不想知道为什么是禁区吗？因为答案在那里。